这是架图95，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螺旋桨战略轰炸机，同时也是飞得最快的涡桨飞机，最大飞行速度达到925公里每小时。飞行时，螺旋桨叶片尖端的速度超过了音速，使其成为了最吵的飞机之一。图95是苏联第一架洲际轰炸机，它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将核弹投在美利坚的领土之上。1961年10月30日，图95搭载了沙皇氢弹，在苏联的新地岛成功引爆，使其成为了人类引爆过威力最强的武器，向西方世界展示了苏联恐怖的核力量。在冷战期间，图95频繁地在北冰洋上空巡逻，让北约无比紧张。不过，不同于美国 B-52 24小时实弹巡航的激进做法，苏联的核弹头都被存放在基地特殊掩体中，装载反锁，所以图95大多是空载巡航。得益于其优秀的设计，图95可不仅仅是轰炸机，其还可以执行海上反潜、电子侦察、通讯中继等任务，甚至还以图95为基础改装出了客机版本图114，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并搭载赫鲁晓夫完成了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访美。图95诞生于70年前，和 B-52同年推出，但两架飞机直到今天都还在俄罗斯空天军和美国空军服役，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老当益壮。欢迎来到 Chris 的军事基地，今天我们来说说不死老兵图波列夫95熊。图95的故事还要从二战时期讲起。1942年9月21日，美国最新的轰炸机 B-29超级空中堡垒完成了首飞，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执行了各种对日轰炸任务，其中就包括了烧烤东京、炙烤广岛、灼烤长崎。斯大林可是看红了眼，一直想向美国求购 B-29，但美国方面却没有任何回复。可谁知得来全不费功夫。1944年7月29日，一架 B-29因电台故障迫降到苏联境内。11月份，又有两架 B-29轰炸完日本后迫降在远东地区。斯大林一看，这天降大礼啊！人可以走，但飞机必须得留下。苏联就这样白白捡了3架 B-29，开始了对 B-29的仿制工作。超过900个机构和设计局投入到工作当中。B-29被完全拆解，零件数量超过10万个。工作人员绘制了每个零件的图纸，要求必须完美复刻 B-29的所有细节，甚至复刻了一名美国机组成员留下的相机。仅仅花费1年时间，就造出了图4。1947年，莫斯科航空节上，3架图4亮相，让西方媒体看傻了眼，相像程度让他们以为这是之前的3架 B-29。斯大林很是满意，他认为尽快向西方展示苏联的空中力量十分重要，于是苏联立马开始大量生产图4。截止1950年6月，苏联已经拥有了845架图4。可在美国 B-29已经赶不上趟了。美国佬早在1948年就开始着手研发下一代战略轰炸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B-52。为了尽快缩短与美国在轰炸机上的差距，苏联于1950年开始研制喷气式轰炸机，也就是后来的图16。图16被认为是苏联航空业的杰作，其优秀的空气动力学设计足以和任何西方飞机相媲美。采用35度后掠机翼，也为后面的苏联飞机积累了至关重要的经验。但图16是一款中程轰炸机，作战半径只有3000公里左右，不是用来和 B-52对标的。轰炸范围只能覆盖苏联周边的美军基地，不能满足斯大林要求的可以从本土起飞轰炸美国并返航的任务。但美国却可以通过这些军事基地完成对苏联领土的全覆盖。于是1951年，图波列夫设计局和米亚希舍夫设计局开始同时设计新的战略轰炸机。米亚希舍夫想要打造出苏联的大型喷气战略轰炸机，他获得了斯大林的强力支持，新建了一座巨型工厂，并招募了1500名各类技术人员。可最后造出的米亚4在航程和载弹量上都差强人意，空载航程只有9800公里，发动机安全性也存疑，完全没有达到建造出的要求。还好斯大林留了后手，给图波列夫的飞机也提供了资金。图波列夫设计师知道苏联的喷气发动机供应紧张，其决定专注于螺旋桨飞机的开发。但想要打造出兼具航程和载弹量的螺旋桨轰炸机，发动机至关重要。库兹涅佐夫设计局在德国囚犯工程师团队的协助下，研制出了强大的可供图95使用的 NK12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输出12000匹马力，各驱动一组同轴反转螺旋桨。传统的单螺旋桨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在螺旋桨后产生大量无法利用的旋转气流，降低发动机功率，并且会影响飞机的稳定性。
而同轴反转螺旋桨是指将两个螺旋桨连接到同一台发动机，但两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相反，在运转过程中，螺旋桨后几乎没有旋转气流产生，使得螺旋桨在维持最大功率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发动机提供的驱动力，提高了飞机的运载力、航程和燃油经济性。螺旋桨十分庞大，直径5米，每分钟可达750转，使得叶片尖端的速度达到 1.08 马赫，略高于音速。再搭配上后掠35度的机翼，使得图95具有出色的中高速飞行性能。1952年11月12日，图95首次亮相，完成试飞，其作战半径达到了8000公里，巡航速度可达810公里每小时，最大起飞重量188吨，最大载弹量达到了25吨。在防御系统方面，图95机尾搭载了2门 AM-23 型23毫米机炮，尾部警告雷达和热油弹。图95的横空出世以及其横跨北冰洋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资金和技术方向，建造更多的拦截机基地和预警雷达站。从1956年服役开始，得益于其优秀的作战半径，图95开始一遍一遍地试探北约国家的领空，让各种北约飞机伴飞。其中就有飞行员抱怨，飞在图95旁边，强大的气流使他们的机舱都开始震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为了给美国人足够的威慑，图95被派遣到了古巴，开始执行高强度的威慑任务。每架图95上都有绝密的信封，里面包含了飞行路线和打击目标。一旦爆发核战争，这些图95会立马执行核报复任务。在冷战时期，图95可谓是苏联执行巡逻任务最多的飞机。慢慢的，北约飞行员对它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两边的机组人员也越来越熟悉，气氛也没有那么紧张。于是就出现了以下这些有趣的伴飞照片。这是一张图95被 F4 常规伴飞时 F4 后座飞行员拍照取证留下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图95的侦察设备操作员在给美军飞行员比耶。下面这张则是由图95后座的武器操作员拍摄，拍下了 F4 飞行员拍摄图95的场景，是为数不多的由苏联方面发布的照片。这张呢，则是经典中的经典。据当时的 F4 后座武器操作官回忆，这张照片拍摄于1973年年末至1974年年初这段时间。当时，美国空军在冰岛部署了 F4， 负责常规拦截前往古巴的图95。图95往返于古巴和摩尔曼斯克之间的日期相当固定，因此每周五和周日驻扎在冰岛的 F4 都能遇到苏联空军的图95。时间一长，双方的飞行员彼此都非常熟悉了，甚至产生了一定的交情。拦截行动也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对峙，而是互动频繁的伴飞。当时，这架图95的尾炮手比划着示意 F4， 让他们做个机动动作。前座的飞行员觉得这很有趣，然后就给图95表演了个铜滚特技。由于事先经过了沟通，所以这个平时带有挑衅意义的机动却充满趣味。双方很愉快地结束了这次伴飞旅途。除了执行常规轰炸任务外，图95还可以充当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使其远程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2016年11月，俄军出动图95，首次使用 X-101 巡航导弹，在地中海上空对叙利亚的武装设施发起精准打击。得益于图95的优秀设计，其稍加改装就可以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1967年，图95 D 在执行任务时，首次被伴飞的 F4 拍照识别。该机型专为电子侦察打造，机身中下部的大型水炮整流罩中装有地面搜索雷达，可执行侦察及反潜任务。机头有空中受油管，还有各种天线。北炮塔上方的护尾雷达比图95的前几个型号上都大，拥有更强的全方位侦察能力。除此以外，由于美国佬在上世纪50年代末研发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并于1960年7月20日在华盛顿号核潜艇上成功发射，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反潜需求。于是，图波列夫设计局专门为苏联海军打造了图95F， 也就是图142反潜作战机型，在图95的基础上加长了机身，以容纳用于反潜战和监视任务的专用设备，加固了起落架以支持野外作战能力。机头下方装有被北约称为短喇叭的导航和火控雷达，机身下面装有谷仓对海搜索雷达。强大的能力使其成为苏联海军的中坚力量，并吸引了阿三哥的注意。印度于1984年12月购买了8架图142，以加强其海军作战能力。1991年，苏联解体，图95的例行巡航也被终止，搁置了整整15年。直到2007年，普京总统宣布将恢复图95的海外巡逻任务，让我们又能看到各种西方飞机和图95伴飞的场景，其中就包括了2007年 F-22拦截伴飞图95，把 F-22的第一次作战任务献给了这个上世纪的老家伙。虽说已服役多年，但图95一直都在更新最新装备。其最新型号图95 MSM 搭载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航电系统、电子干扰系统，螺旋桨也换为更坚固耐用的复合材料，发动机同样得到了升级，
赋予了图95更强大的动力，让其可以继续翱翔于天空当中。根据俄空军的计划，图95至少还可以再服役10年以上。在如今喷气式飞机的时代，图95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复古派。它那独特的外形、硕大的螺旋桨和震耳欲聋的声音，让我不禁感叹，也许螺旋桨才是男人真正的浪漫。时至今日，它依旧是俄罗斯最强大的武力威慑之一。在现代轰炸机的历史上，可以确定地说，图95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极具风格的一笔。OK 了，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想看什么，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